我人生中最好的7年给了顾长策，但给他生了3个儿子，都没能换来顾太太的名分。更可恨的是，我在产床上垂死挣扎时，他正和林梅卿卿我我。幡然醒悟的我猝然抽身，告诉他：顾长策，我不要你了。等我将他从人生中彻底剔除时，他却雨中跪求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意外早产，倒在血泊中，耳畔是纷乱的急救车声和嘈杂惊恐的尖叫声。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九死一生，拼尽全力，我终于给顾长策生下3胞胎儿子。等我再睁开眼，就看到有新人推送的消息 ：C 市首富顾氏太子爷顾长策在港城一掷千金，为林氏大小姐林梅拍下1枚5克拉彩粉钻戒。画面中那枚粉钻梨形切割，搭配简单的镶嵌，显得那么优雅高贵。与林大小姐的不可一世还真配呢。我不禁自嘲，委屈的泪水肆意流淌，打湿了我苍白狼狈的脸庞。明知道我怀的是3胞胎，随时都可能早产，顾长策还是满不在乎的说走就走。他肆意张扬的底气都来源于我爱他，爱得毫无保留。可是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收回我的爱了。顾长策18岁，我以模特身份出道，顾长策伏低做小，追了我3年，我才答应跟他在一起。但顾长策是个不婚主义者，尽管同居4年后，我意外怀孕，并且怀了3胞胎，顾长策也没能同意跟我结婚。顾家父母更是鄙夷我圈里的身份，说我没有资格嫁进顾家。在怀孕期间，为了给孩子们争一个名正言顺的出生权利，我和顾长策之间发生了无数次争吵，但每次都没能换来顾长策的妥协。即便孩子5个月时，我气得差点流产，顾长策都没同意娶我，给我一个顾太太的名分。那次以后，我对顾长策的感情忽然间一下子就淡了。住院养胎期间，我意识到肚子里的3个孩子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从那次以后，我再没闹过，安静下来，一心一意的养胎。见我又恢复了初见时的金贵淡然，顾长策也开心起来，如往常一样关心呵护着我和肚子里的孩子，好似只要我不提，他就能遗忘了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我和顾长策表面又恢复了以往的温馨甜蜜，可是我知道我和顾长策没有未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为生产后的生活做准备。和顾长策相识相爱7年，他只知道我是一个模特，岂不知我的服装上市公司规模不知比顾氏大了几倍。这服装上市公司还只是我名下产业的一种，父母常年旅居国外，把国内的产业都扔给我和哥哥管理，而哥哥又是个宠妹狂魔，把我惯得恨不得上9天揽月，下5洋捉鳖。所以在我以玩闹的态度给自己设计的服装代言一夜爆火后，才被顾长策给缠上。如今我25岁，还没人老珠黄，就落得个被抛弃的下场。再看看襁褓中3个可爱的儿子，我擦擦眼泪，果断拿起电话：哥，我想家了。好，哥哥马上去接你。听哥哥仍是一副妹妹的话就是圣旨的老样子，我委屈的哽咽，又故作坚强的道：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做舅舅了，记得多带几辆车来，我们4个东西有点多。什么？我做舅舅了，还你们4个？悠然，你可别胡说。哥，见到他们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。话落，
我没给哥哥多问的机会，挂断了电话，抱着3个睡得无知无觉的儿子，我哭得也像个委屈的孩子。不久，别墅里的王嫂送来了月子餐。谢谢你，王嫂。我顶着浓重的鼻音，躲闪着王嫂关切的眼神，勉强笑了下。王嫂心疼极了，连忙道：悠然小姐，月子里可千万不能哭，不然老了眼睛是要遭不住的。再说，顾先生回来会心疼死的。我不语，埋头喝汤。顾长策会心疼吗？应该不会。这次带着林梅去出差，半个月间，他可是一个电话都没打回来呢。他明明知道孕后期我怀3胎有多辛苦，可他还是只顾着自己潇洒，丝毫没把我们母子放在心上。是啊，我忘了，顾长策原本就是个风流浪子，他是不会为哪一个女人永久驻留的。捶了捶堵得喘不上气的胸口，我艰难咽下最后一口汤，道：王嫂，我吃饱了。哎，好的，悠然小姐，我这就收拾。你呀，也得赶紧躺下，女人坐月子一定得多躺着，养腰身。还有啊，不管谁来都少说话，养元气。听着王嫂像妈妈一样的喋喋不休，我的眼圈再次红了。我蒙上被子，声音闷闷的：王嫂，我睡一会儿，你帮我看着点3个孩子。那是一定的，悠然小姐，你放心休息吧。王嫂给我将被子从头到尾掖好，还不忘嘱咐：悠然小姐可得当心，月子里千万不能受了风。被子下的我早已泪流满面，颤抖不已。我想妈妈了。好在王嫂麻利地收拾好，便去了隔壁，没听到我压抑的哭声。不久后，隔壁隐约传来王嫂欣喜地夸赞3个孩子的声音。我想，王嫂一个仅仅被雇佣了9个月的没有血缘的人，都对3胞胎如此喜爱，顾长策为什么就能那么狠心，抛下我们母子不管不问呢？难道仅仅4年，他狂热的爱就已经被日常的琐碎消磨得没剩半分了吗？哥哥来的速度很快，他不仅带来了最高级的防弹保姆车，还开来了一辆超大的房车，跟随而来的还有产科专家、育儿专家、金牌月嫂和顶级保镖。总之，哥哥的阵容惊呆了医院里所有的人，包括从来不知道我身世来历的王嫂等人。顾长策为我和孩子雇佣的人，我一个都不打算带走。哥哥给他们每人发了3个月的工资后辞退了。临走，我也没回与顾长策共同生活了4年的别墅，那里的东西我一点也不留恋。既然决定了结束这段感情，就结束的彻底点。我从来不喜欢拖泥带水、藕断丝连。月嫂和育儿师拿了我的钱，自然要听我的话，所以包括王嫂在内，从我生产至今，都没有人敢违逆我的意愿，给顾长策打电话通风报信。所以，直到我带着3个儿子，跟着哥哥连夜离开这座伤心之城，顾长策都不知道我生产了。回到帝都，我直接被哥哥送去了最顶级的月子中心坐月子。哥哥打算让我在那里住满3个月，同时他还先斩后奏地通知了远在国外的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一听说他们有了3个外孙，震惊之余是狂喜，连夜飞回国内。在月子中心住下的第2天，我就见到了风尘仆仆的爸爸妈妈。悠然，我的宝贝。妈妈看着我仍旧苍白的小脸，妈妈心疼的落泪。我的所有屈辱也在见到爸爸妈妈那一刻爆发，抱着妈妈哭得撕心裂肺。爸爸搂着我和妈妈2个也红了眼眶。宝贝不哭，爸爸一定要让顾长策付出代价。而一旁的哥哥更是愤恨地攥紧了拳头。C 市顾家现在应该已经乱套了吧？在我和哥哥返回帝都的当晚，
哥哥就命令陶氏集团取消和顾家所有的合作，包括正要签约的投资高达1亿的大单子，都被哥哥果断撤资。他们更不知道，我带着3个儿子彻底消失了，回到了家人身边。我再次做回了家里的小公主，3个孩子全由爸爸妈妈接管，我则是专心坐月子，每天除了按时睡觉、定量吃饭，就是跟着健身教练做产后瑜伽，重塑身形。哥哥则是忙得不见踪影，偶尔跑来看看我和3个儿子，也是来去匆匆。看着哥哥憔悴了许多的俊脸，我心疼极了。哥哥，对顾氏的惩罚不急，等我休养好了，我可以亲自动手，不需要。以后你只管带好3个小宝贝，外面的事都交给我们男人。听着哥哥对我的维护，我感动得再次红了眼眶。哥哥最见不得我哭，赶忙道：“妹妹别难过，都是顾长策该死。”是啊，顾长策的确该死。跟他在一起7年，我流的眼泪比我之前活的18年不知多了多少。3个儿子都长得更像顾长策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全家人对孩子的喜爱。看到3个儿子白白嫩嫩，仙童一样扛打的颜值，我安慰自己，就当是向顾长策借了个种。于是我给儿子取名陶其安、陶怀安、陶于安，并且以陶家长孙的名义上了户口。父母哥哥对外声称，入赘陶家的女婿已意外身亡。家人的做法仿佛给我积郁在胸中越来越多，马上就要爆裂的郁气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开始渐渐消散于无形。离开 C 市那天，我就切断了和顾长策的所有联系，整整3个月，我亦没有一次说起过顾长策。在家人面前，我表现得一如7年前那样的乐观、强大。但越是这样，爸爸妈妈对我的担心越多。知女莫若母，顾长策是我第一个真心爱上的男人，我不惜顶着情妇的骂名，给他生下3个私生子，足见我是爱惨了顾长策的。父母可以想象，我的心被顾长策伤的是怎样的千疮百孔。于是爸爸妈妈花重金给我请来了国际知名的心理医生，定期飞来国内给我做心理疏导。就这样，在家人的陪伴与呵护下，在3个儿子天使般的笑颜中，我的身心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着健康完美恢复。而回到 C 市的顾长策，则是疯了一样到处翻找失踪了的我。第2章，顾长策的爷爷和父亲得知我生下了3个男孩后，恨不得立马接我们母子回顾家，而顾长策的母亲却一反常态，死活不同意我们母子进顾家的门。顾母心仪的儿媳妇是林家大小姐林梅。6个月后，顾家生意经过陶家的持续打压，濒临破产，而我的身心健康都恢复到了巅峰状态。这时，父母哥哥解除了对我消息的封锁，但关于我陶家大小姐的身份，顾长策一时半会还查不到。我也打算重回 C 市，我的服装上市公司总部还在那里。顾长策的电话几乎是在我电话畅通的第一时间打进来的。事隔半年，我在听到顾长策的声音，恍如隔世。悠然，我是长策，你在哪里？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好想你。悠然，把你弄丢了，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悠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听着电话里，顾长策只一味地祈求我的爱，绝口不提娶我，给儿子们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。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果决，我压根儿就不该再和顾长策有半点牵扯。于是我语调骤冷，打断顾长策的深情。可是顾长策，我已经不要你了，以后陶悠然和顾长策再无瓜葛。
希望你洒脱一点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话落，我再次拉黑顾长策，告诉身边的助理小文换新号。好的，陶总。是的，为了以后不和哥哥发生财产上的纠纷，我将自己的产业从陶氏分离了出来，成立了新的安享集团。这些产业以后都是要留给我3个儿子的，不管我以后再不再婚，我都绝对不会再生孩子了。回到 C 市，我自己的别墅，果不其然看到了徘徊在门口的顾长策。看清楚车里是我后，一股狂热涌现在顾长策脸上，他不要命地朝车子扑来，拍打着车窗，大喊：悠然，悠然！我蹙眉，助理小文和保镖几白同时从后视镜里看我，我有些烦躁，声音冷厉：开进去。是，陶总。保镖兼司机几白一脚油门，车子擦着顾长策的衣角驶进别墅。顾长策后退一步躲开，然后趁机跟进来。我端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助理小文和保镖几白将顾长策拦在了大厅中心。悠然，让他们下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顾长策是一个极其注重形象的人，如今胡子拉碴，衬衫皱皱巴巴，看来是真的遇到难处了。我抬抬手，助手小文和保镖几白退下。顾长策一得到自由，便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，声泪俱下：悠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知道你会早产，更不知道你吃了那么多苦，对不起，悠然。事到如今，顾长策的这些忏悔，我一点也不想听，质问他：顾长策，你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早产的吗？我从包里拿出一堆照片扔给他。为什么？顾长策懵逼，眼前一堆都是他和林梅睡了的证据，这可是他亲妈奔着让我一尸四命，送给我这个即将临盆孕妇的大礼。顾长策作为当事人，怎么能不见识一下他亲妈的恶毒？看清一切的顾长策连忙爬过来解释，手刚要碰到我的膝盖，我嫌恶地躲开。悠然，别生气，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我妈逼我娶林梅的手段，可是我真的没碰林梅，你信我？悠然。顾长策信誓旦旦，但我不信，也没了耐性，索性将他从黑名单中拉出来，将他妈妈发给我的视频发过去，你自己看。顾长策瞬间慌乱，欲言又止。悠然，我少请。他惨然一笑。悠然，如果说我是被亲妈给下了药，送到林梅床上的，你会不会也觉得可笑？我的心无波无澜，一脸无所谓地看向顾长策。顾长策眼中的光瞬间熄灭，踉跄起身，祈求着：悠然，真的对不起，但是能让我看看儿子们吗？顾长策眼中的真诚让我丝毫怀疑不起来。我沉吟：以后吧，孩子还在帝都，爸爸妈妈不允许我带着孩子四处跑。谢谢你，悠然。顾长策的喜悦溢于言表，还要说什么？电话响起，我起身上楼。顾长策慌乱，接着电话打算跟上来。保镖几白，高大威猛的身躯肆意堵墙，挡在顾长策身前。顾长策被强行送客。助理小文敲门：陶总，大陶总到了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哥哥跟我一起来。C 市是爸爸妈妈放我回来这里的唯一条件。在认识过了人性的至恶之后，我也不敢再任性妄为，毕竟顾家还死而未僵。华灯初上， C 市最豪华的7星级酒店顶楼宴会厅，湖光交错。今天这里聚集了 C 市以及全华国最顶尖的智能机器人研发公司的大佬们。我们陶家大部分资金流来自国外产业，所以在国内才没有那么引人注目。但今天全宴会厅的大佬们都知道，有一位神秘人物到来。
等我身着一袭华贵的礼服，画着最青春精致的妆容，挽着哥哥的手臂，进入宴会厅的刹那，我们兄妹成了宴会的焦点。顾长策第一时间把视线定格在我的身上，再看我身边，颜值胜于顾长策的哥哥，他眼中似有痛苦闪过，但仍大步朝着我走来。别怕，哥哥在。感觉到我有一瞬间的紧张，哥哥忙体贴地安抚我，我嗯着，微笑点头。这情景看在外人眼中，就是我和哥哥在深情对视。总有一些人又蠢又毒，蹦出来恶心人。顾母和林梅一副母慈女孝、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挽着手臂走到近前，嗤笑出声：“哟，陶小姐，这是又攀上高枝了。妈，您慎言。”顾长策言语中带着几分警告。顾母顿时心虚，可林梅看着我产后依然美貌如初，仅有的一点脑子也被极度吞没。策哥哥，陶悠然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，你还要维护她到什么时候？啪的一声，我甩了甩打疼了的手掌。林梅，不要用你那龌龊的心思去衡量别人。我从小受过的是和哥哥一样的继承人教育，即便我在愤怒，也说不出市井泼妇的恶言恶语。所以此刻我和林梅的修养高下立见。陶悠然，你敢打我？蠢货，打都打了，还有什么敢不敢的？我懒得再看他一眼，可顾母却不愿放过。大庭广众之下踩我一脚的机会，泼妇一样大喊大叫起来：“陶悠然，你敢打我的梅梅，我就把你的丑事曝光，大家都来看呐！就是这个女人不要脸，缠着我儿子，想要嫁入豪门，山鸡变凤凰，还生了。”又是啪的一声，顾母像被掐住脖子的老母鸡，顿时没了声响。我转头，顾父一脸铁青，打人的手还停在半空颤抖。顾长策站在父亲身后，眼中有着解气。顾母和林梅不知道，今晚开场一闹，他们把本来就四面楚歌的故事直接推入了万丈深渊。此刻顾父恨不得生撕了蠢妇顾母。来人，把夫人送回去。顾府身边的人立刻上前拉着顾母离开。顾母不甘心，继续大放厥词：“陶悠然，你永远别想嫁进顾家，顾家的儿媳只能是梅梅。”顾父大怒，堵上他的嘴。保镖听命。现场终于安静下来。林梅被顾父嫌恶的眼神一扫，立刻灰溜溜回到了自己母亲身边。“对不起，悠然。”顾长策一脸歉意：“无所谓了，但我不喜欢再看到他们，我会处理。”顾长策言辞凿凿，目光赤果火热。顾父则是像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直接粘上哥哥不放，一叠声地替顾母道歉：“是我们顾家对不起悠然，陶总您大人大量，以后我们顾家定会好好对待悠然。不必，我妹妹自然由我们陶家来养。”哥哥的一句“我妹妹”出口，顾长策顿时愣住，继而我在顾长策脸上看到了狂喜。他在狂喜什么？知道我哥哥是今晚的神秘大佬，顾氏有救了，还是庆幸哥哥不是我的下家？可笑！我和哥哥耳语几句，目不斜视，走向我今晚的目标。哥哥一脸宠溺的目送我和对方交谈上，才收回视线。下一秒，哥哥又变回商场上杀伐果决的霸主，对待顾父的曲意逢迎。哥哥丝毫不予理睬，走向他处。顾父碰壁，把希望寄托在儿子顾长策身上。为了挽留顾氏，顾父也豁出老脸了：“长策，你务必要求得悠然的原谅。”顾长策不语，目光沉沉，晃动着手里的酒杯。下一秒，他说了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：“爸，你说妈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我娶林梅？”顾父也无语，他也看不懂那个蠢妇
为什么就像被下了降头，一直认定和他一样没脑子的林梅做顾家媳妇，不必理会你妈。顾家做主的始终是我和你爷爷，你爷爷已经等不及看曾孙了。顾父拍着儿子宽大的肩头，眼中流露出对儿子顾长策由衷的喜爱。顾长策心中一痛，眼中却毫无波澜。宴会上，几家实力强大的智能机器人研发公司入了哥哥的眼，接下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具体合作事宜。顾氏要是没伤筋动骨之前，有陶氏悄悄在后面支撑着，或许还有资格跟着喝口汤。可是现在，顾家欠着我们母子4条命，哥哥没立刻对顾家下死手，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爸爸妈妈哥哥是在给我和孩子留后路，哪天我和顾长策复合，顾家就能立刻起死回生。可我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，我的心在拼死生下3个孩子那天就死了。整个晚上，顾长策都若有若无地关注着我，但却没再令人厌烦地凑到我跟前。回到别墅，不出意料的，顾长策又蹲守在门口。哥哥怒了，踢开车门，脱下西装外套，随手扔掉。顾长策，你找死！哐哐哐，几拳砸在顾长策的俊脸上，顿时血花四溅。顾长策不还手，死狗一样，任凭哥哥打。保镖几白看我一次又一次，拳头也蠢蠢欲动。我瞪他一眼，几白老实了，哥哥是业余拳手，打一个不还手的顾长策，吃不了亏，又能为我出气。我不制止，可几白一个从特种部队退下来的真正高手，是能打出人命的。我不会让发小几白为了我脏了手。一个顾长策还不值得我陶家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还手！懦夫！顾长策越不还手，哥哥心里越不痛快。7活8不活。顾母挑在我怀3胞胎8个月的当口，故意刺激我早产，是要我们母子4个的命。作为我的爱人，孩子的爸爸，顾长策却在和另一个女人卿卿我我。哥哥怎能忍住不狠狠揍他一顿？也许顾长策正是抱着这种歉意，才任由哥哥打到出气吧。对不起。顾长策抱着头不停道歉，可他越是这样，哥哥的火气越大。最后我无奈出声，哥哥打累了，我们就回吧。好，看在我和孩子份上，哥哥收了手，挽上哥哥手臂。我看向躺在地上的顾长策，眼中一片淡然。回去吧，以后别再来了，再来我也不会见他。既然决定结束了，我便不会给顾长策任何机会。轻点儿，你这丫头是不是又心疼那狗男人了？给哥哥上药，他也不消停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幼稚。我知道哥哥是在不停试探我对顾长策的爱还剩多少，所以今晚哥哥揍他，我一句不劝，就是要让哥哥知道我是真的不要他了。最后哥哥还是忍不住问，真不要他了？不要了。可3个孩子有我这个强大的妈妈在，我相信儿子会快乐健全的长大。哥哥沉默，以后我会加倍对外甥们好。家人的善意永远是真诚的，有了疼爱他们的舅舅，相信孩子们对成年男性的交往渴望会被减弱。回到卧室，助理小文小声说，顾先生还没离开，不用理会，我自顾自去卫生间洗漱，苦肉计对我没用。再说顾长策的这点皮肉伤跟我和孩子的命比，不值一提。入夜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顾长策就那么在雨中跪了一夜。管家戚伯看不下去，给顾长策送了伞，但顾长策走的时候是空着手的。翌日，我是陶家大小姐，哥哥是陶氏集团总裁的消息上了热搜。C 市对我和顾长策的传言又多了几种。陶家大小姐隐藏身份，
寻找真爱。顾家丢了西瓜捡芝麻，得罪了陶氏，故事还能苟延残喘多久？林梅 vs 陶悠然，真假大小揭，高下立见。顾母在家里摔了一整套瓷器，从外面回来的顾父撞见，又扇了他一巴掌。蠢妇，当初要不是你拦着悠然进门，我们顾家能有今天？顾父和顾老太爷肠子都要悔青了。要不是当初任由这蠢妇撒泼打滚，现在顾家不说飞黄腾达，也是儿孙满堂。可是世上没有如果，顾家这样的泥潭，我是不会继续眼睁睁再往下跳的。顾母被打，却还是歇斯底里。陶悠然是陶氏大小姐，又怎么样？当初还不是像狗一样祈求我让他进顾家门？可是顾守年，你记住，陶悠然想进我顾家门，除非我死，否则顾家儿媳的名分就永远都是没没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疯了，疯了，你个蠢妇！顾父对顾母的偏执无可奈何，一甩袖子走了。现在让他更着急的是，儿子顾长策失踪了。顾长策被顾父当成挽救顾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顾长策的行踪我不关心，我只关注自己的生意。经历过和顾长策这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，我对 C 市也没了当初的热情。我在策划着将服装上市公司的总部迁回帝都，这需要和当地政府反复拉扯，一些我不愿意出现的场合都由哥哥顶上去。即便这样，我也是忙到晕死。但我发现，这样充实的日子却让我的心境越来越平和。出来1个星期，我想宝宝们了。哥哥，明天我回帝都看孩子，你回吗？我忙，回不去了，你自己回去，跟孩子在一起多待几天。谢谢哥哥，你辛苦了。我夹起哥哥最爱吃的清蒸鲈鱼，送到他碗里。哥哥笑，就会说好听的哄我。我们兄妹的话突然被越来越近的吵嚷声打断，让陶悠然那个贱人出来。陶悠然，你把儿子还给我！我顿时不悦。季白赶紧放下碗筷，我去看看。陶总，您不要出来。助理小文也紧随其后跑出去。这顾家就任由一个无知蠢妇毁了偌大的基业。哥哥十分费解，这顾家蠢妇一次次闹腾什么，又在为谁守护什么？我陶悠然现在已经是顾太太的名分如粪土，她还有什么可闹的？我和哥哥都没出去见顾母，我们不屑与傻子争长短。季白却气得够呛，看着他被顾母挠得一条条的胳膊，我有些想笑，转身上了楼。哥哥却一脸严肃，去书房打了几个电话。翌日，我刚要出别墅，就又见到了顾长策。这次，顾长策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卸掉一贯的纨绔伪装，一身干练地出现在我面前，眼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坚定、真诚。悠然，请再相信我一次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家5口马上就能团聚了。说实在的，现在的顾长策看起来确实挺靠谱的，可是我不需要了。在我和孩子最需要他的保护时，他却自以为是地离开了。现在又来搞深情，我只能告诉他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顾长策，我不会再信你，你也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没有意义了。话落，我吩咐季白开车，任凭顾长策追在车后，很久很久。回到帝都第2天，我就知道了顾长策所谓的让我再等一等是什么意思了。顾长策把2份亲子鉴定甩在了顾父和顾老太爷面前，真相大白，但无疑又是一桩豪门丑闻。顾长策是顾母买来的儿子，林梅才是顾父和顾母的亲生女儿。顾母和林家主母是闺蜜，在同一家医院同一天生产。
顾母临时起意，将原本要送走的亲生女儿与邻家女儿调了包，把邻家女儿给偷偷扔了。这也是顾母宁死也要让林梅嫁进顾家的原因。可我不明白，顾母明明很年轻，以后还可以生更多的孩子，为什么非要狸猫换太子啊？哥哥告诉我，顾母因不满顾父拈花惹草，在确定自己怀了男胎后，就给顾父下了绝子药，所以他这一胎必须是男孩，才能保住他豪门阔太太的地位。顾母的丑事一爆，顾家、林家顿时都疯了。一个恶毒的女人毁了2个家族，林梅被林家扣下，林家扬言顾母一天不交代出林家女儿的下落，林梅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这回不管顾母怎么哭嚎，顾父和老太爷都没管林梅的死活，即便她是顾家的亲生女儿，也被心术不正的顾母给养废了。如今他们还不如抓住顾长策这根救命稻草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可顾长策心意已决，他要放下顾家的一切，脱离顾家。顾长策不追究顾母拐卖他的罪行，就算还了顾家的养育之恩。在顾长策离开顾家那天，顾父老泪纵横追问：长策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不是顾家的孩子了？顾长策看着一夜之间老去的顾父不语，沉默就是最肯定的回答。最终，当顾长策的身影彻底消失那一刻，顾父到了。离开顾家，顾长策马不停蹄来到帝都。陶家地址是我哥哥给他的，这是哥哥给顾长策最后挽回我的机会。可是注定要浪费哥哥的一片心意了。3个儿子都7个月大了，顾长策才第一次见爸爸妈妈把3小只养得白白胖胖，能萌死人。顾长策一见自己的3个儿子就落泪了。悠然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儿子们。悠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给儿子们一个完整的家，好不好？悠然，求你了。顾长策卑微地跪在我面前，抱着一个儿子不撒手，祈求我原谅他。我小心抱回顾长策怀里的儿子，无悲无喜地看着眼前这个我曾经爱若生命的男人，突然一下子释然了。原来我才是那个最绝情的人。顾长策，我陶悠然，不爱就是不爱了，永不反悔。悠然，顾长策急了，还想再说什么？我继续道：顾长策，你对我的爱从来没有信任，更没有忠诚，所以当激情褪去，我们的爱自然崩塌了。而你的自以为是，更是将我对你的爱彻底推开了。所以顾长策，以后不要在我身上浪费一点力气，我是不会回头的。至于孩子们，以后你可以定期来看，我不会剥夺孩子们获得父爱的权利。顾长策见我说的决绝，心中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。他痛苦地又问：悠然，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懂了，但我还是要说声谢谢。谢谢你，悠然，给了我最刻骨铭心的爱。以后孩子的抚养费，我也会尽一份力，随你。顾长策带到孩子们睡着，才1步3回头的走了。顾长策走了，妈妈将我搂进怀里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你这倔强的丫头，又是何苦呢？妈，我爱了他7年，到最后都没换来他一句心甘情愿的娶我。他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那样的男人我要不起。他在妈妈怀里，我哭的孩子一样。今天的眼泪，算是我陶悠然对逝去的爱情最后的祭奠。尚未离开的顾长策听到了我所有的委屈与不甘，可他仍然没有任何解释，就这么彻底走出了我的人生。以后的日子里，顾长策基本是1个月来看孩子们1次，但每次我都选择不在场。孩子们渐渐长大，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，
但孩子们被我们一家教育得很好，对顾长策这个父亲没有疏远，反而一直对他敬重有加。离开顾家，顾长策自己白手起家，打拼起了一家小公司。到儿子们10岁时，顾长策的身价也有了上亿。顾长策把公司股份平分给了3个儿子，由我给儿子保管。我没拒绝，但我和顾长策之间却再也没有任何牵扯，因为不爱就是不爱了。顾长策番外，我7岁时就知道了自己不是顾家的孩子。起初我以为自己是爸爸的私生子，所以妈妈不爱我，总说我鸠占鹊巢，所以对妈妈的虐待、打骂我都尽量忍了。可我的忍耐却换来她的变本加厉，只要爸爸出去拈花惹草，妈妈就会毒打我一顿。每到这时，爸爸就会心疼地抱着我哄，然后也会收敛一阵子。但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爸爸做出的事情越来越荒唐，家里年轻的保姆都被他染指过，爷爷也管不了爸爸。我在这样畸形的豪门中长大，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心里也是有些不健康的，因为我总是希望故事早点完蛋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越来越不爱回家，也学会了纨绔子弟那一套，但我从心里厌恶男人的花心，所以我风流却从不下流。直到我21岁那年，在一场走秀中遇到了一个漂亮高贵的像红玫瑰一样充满热情的女孩，我心动了。从此我不顾一切地追求女孩。就在我想向女孩求婚时，妈妈发现了我的恋情。那一天，她狠毒地威胁我，要是我感动了娶那个女模特的心思，她就立马毁了那个女孩。对于妈妈的话，我深信不疑，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她是如何毁了一个被爸爸染指的年轻女孩子的。于是我开始卑鄙地扮演着一个不婚主义者，继续和女孩交往。情到浓处，我们破戒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顺其自然地同居了。和女孩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是快乐的。我贪恋这样的快乐，所以一直以爱的名义缠着女孩，却从没给过她任何承诺。珠宝首饰不算，因为我发现女孩似乎从来不缺钱，也从来没有刻意从我这里得到过什么。我知道女孩纯粹的是因为爱着我，才和我在一起的，这让我受宠若惊，又有些得意。得意的结果就是忘形。在我以为女孩无论何时都会死心塌地爱着我时，我的好妈妈给我灌了药，送上了林梅的床。虽然我敢肯定，那晚我真的什么也没做，但妈妈手里却留下了照片和视频，并以此拿捏我离开女孩，娶林梅为妻。我自小就没有来由的讨厌林梅，怎么可能娶她为妻？所以我也抛出了母亲害人的罪证来反抗她。就在我和妈妈之间暂时达成了和平时，女孩意外怀孕了。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，得知是3胞胎，我们简直欣喜若狂，当即决定留下3个孩子，这是我们爱的结晶。女孩怀孕的消息还是被妈妈知道了，她一次次威胁我让女孩打掉孩子，可我不同意。在我心里，女孩早已经是我的妻了，我们夫妻孕育自己的孩子，谁也没有资格指手画脚。于是我开始和妈妈斗法。那次我将计就计，将妈妈要绑架女孩换成了林梅，送到了绑匪手上。也是那一次，妈妈见识到了我的狠，我手里同样握了林梅的不雅证据，妈妈终于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是就在女孩临盆之际，妈妈突然跟我摊牌，说我的生母在香港，将我调走，并且把林梅赛给我做交换。在家里，妈妈却对怀胎8月、即将临盆的女孩下了手。等我得知一切，赶回来时，我的女孩和儿子都消失不见了。
当时我以为他们母子都不在人世了，就开始筹谋着报复顾家。正好这时有个大合作商陆续从顾氏撤资，我毫不犹豫地悄悄配合着幕后这位，期盼一下子搞垮顾氏。等我再见女孩时，她又恢复了初见时的绝美和高贵，并且以帝都陶氏集团大小姐的身份高调回归。可是她已经不要我了。尽管后来我努力爬出了顾家这个泥潭，但她就是那么决绝地告诉我，不爱就是不爱了。可我还爱着她，一直地爱着。后来她允许我一起抚养儿子们，我又有了新的斗志，觉得人生又有了意义。离开女孩，我已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，但就这样远远看着她，也是一种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